男人过了50岁以后，如何正确补充雄激素？医生提醒，做好这3件事。吴叔今年53岁，最近总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。原来打篮球轻轻松松，现在打半场就喘得不行，体力明显不如从前。加上最近莫名有些烦躁，睡觉也不踏实。老伴开玩笑说，你该不会是更年期了吧？更让他在意的是，最近和朋友聚会，聊到身边的几位朋友都开始服用一些补充雄激素的保健品，有的朋友说吃完后感觉精神好多了，甚至连脱发都减轻了不少。吴叔心动了，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试试，可一想到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速效补充剂的广告，又觉得有点玄乎，万一吃出啥问题怎么办？吴叔真想知道，过了50岁，身体的雄激素水平下降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他心里琢磨着，是不是先听听医生的建议，找到更稳妥的应对方法。1. 雄激素下降的信号。年过50，雄激素开始悄悄下滑，这不是一般的体力不支那么简单，它关系到男人的方方面面。雄激素下降时，男人最先发现的是自己的火不那么旺了，精力好像被偷走了，脑子里像罩着一层雾，常常早上醒来就觉得累，工作没开始就已经没了干劲。不仅如此，男性特有的雄风也慢慢褪去，比如那标志性的浓密体毛开始稀疏，胡须长得没那么快，甚至有些人发现自己的发际线一去不复返，这就是雄激素在默默退场。脱发不仅仅是外貌的变化，它还伴随其他信号，比如皮肤变得粗糙、暗淡，这种变化提醒我们身体的青春活力正在消退。另外，雄激素下降还影响到肌肉和脂肪的分布，特别是腹部位置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性上了年纪后，会突然发现腰围增大了，甚至出现了啤酒肚，哪怕他们并没有什么酒量。原来雄激素的减少让身体更容易堆积脂肪，尤其是腹部区域，即使是常年运动的男性，也可能发现自己稍微放松一点，肚子就会慢慢隆起来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雄激素的减少会影响到骨骼健康。雄激素对骨骼有保护作用，能增强骨密度，让骨头更坚韧。它还抑制骨吸收，减少钙质流失。然而，雄激素减少后，骨密度开始下降，骨骼更容易变脆，精神状态也深受雄激素变化的影响。很多人发现自己更容易情绪不稳，原本性格温和的变得有些急躁、易怒，平时镇静淡定的也会莫名烦躁。雄激素不仅影响性格，也对情绪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。不仅是情绪上的影响，有些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出现脑子不够用的情况，总是丢三落四，记性大不如前。雄激素的缺乏会影响脑部神经的活跃性，导致记忆力减退。至于最敏感的问题，性生活的兴趣也在下降，雄激素水平直接影响性欲。有些男性对性生活的兴趣逐渐淡去，可能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，就是觉得提不起劲。久而久之，这也影响到了家庭关系。2. 雄激素与健康的平衡。雄激素对男性来说确实有黄金元素的地位，它带来的不仅是精力充沛、肌肉发达，还有健康的体魄和充足的自信。然而，雄激素并不是越多越好，也不能太少。人到中年，雄激素自然会有所下降，但如果下降过多，会带来麻烦。同样，如果激素水平过高，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。适度才是关键。雄激素低下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体力不如从前，时常感到疲惫，甚至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就提不起劲。尤其是雄激素下降后，肌肉流失加快，体力和耐力也跟着减退。以前能轻松扛下来的任务，现在却显得吃力。身体在变，心情也会随之变化。很多男性会开始出现情绪波动，动不动就有些烦躁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很多时候都和雄激素不足有关系。反之，如果雄激素水平过高，同样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。雄激素分泌过多会刺激前列腺的生长，导致前列腺体积增大，压迫到膀胱，排尿困难。尿频和夜间频繁起夜都是常见的症状。许多中年男性由于对雄激素的迷信，盲目追求激素的增加，反而会导致前列腺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这种身体上的困扰会影响到日常生活，给男性的健康带来隐患。雄激素的分泌是一门学问，
过犹不及，保持适当的激素水平，不仅能够让男性在中年依然精力充沛、身体健康，也能有效避免因激素水平失衡带来的麻烦。要想维持雄激素的平衡，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盲目补充激素，而是从日常习惯入手。科学证明，雄激素确实是健康的重要一环，但它不是万能药，只有在适度的范围内，才是健康的标志。3. 医生提醒，做好这3件事。中年以后，雄激素的减少是个绕不过去的自然过程。医生们提醒，激素水平下降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找到科学的应对方式。为了帮男性们更好的维持健康，医生们建议从饮食、锻炼和生活习惯3方面入手。通过合理的生活调整，雄激素水平可以更平稳的维持，不用一味依赖补充剂和保健品。下面是这3大调整的核心所在。1. 注意饮食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吃各种补品、保健品就能有效补充雄激素，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可能效果有限，还可能造成健康负担。医生们建议，中年男性在饮食上要更讲究，关键是选择有助于雄激素生成的食材。像富含锌的食物就是天然的雄激素助推器，如紫菜、贝类、花生和牛羊肉等，都能在帮助身体自然分泌雄激素上发挥作用。2. 加强锻炼。运动不仅仅是让身体强壮的方式，它对雄激素分泌也有很大的帮助，尤其是腿部运动。对中年男性来说，锻炼不一定要追求高强度，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体力的运动方式，比如深蹲、快走、骑行等。这些运动既能刺激腿部肌肉，又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多负担。尤其是深蹲，被称为天然雄激素增效器，只要保持运动的习惯，雄激素水平会在健康的范围内逐渐得到维持。3.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维持激素平衡的基础。中年以后，身体对压力的耐受能力下降，长期熬夜、应酬过多、睡眠不足都会干扰内分泌系统，让雄激素分泌变得不稳定。医生建议，男人们可以试着减少不必要的应酬，尽量早睡早起，保证每天充足的休息时间。另外，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是关键，压力和焦虑不仅会影响情绪，还会干扰雄激素的正常分泌。遇到压力时，试着通过一些调节情绪的方法，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，让身体更自然地保持雄激素的平衡。这3大生活调整并不复杂，但它们的效果却能让雄激素水平得到健康的支持。医生们认为，与其依赖各种药物和保健品，不如从日常生活入手，让身体自然调节。4. 正确补充雄激素的误区。当很多人听到自己雄激素水平低，就开始四处打听有没有速效的方法。有些人一看到广告上说能立竿见影补充雄激素的产品，就忍不住想尝试。市面上各种补充雄激素的速效产品，往往包装的光鲜亮丽，标榜短时间内能恢复活力、增强体力，甚至重振雄风。这些速效药看似能解决问题，但其实背后可能隐藏了更多风险。速效产品的吸引力在于它们声称能快速补充雄激素，但这类产品里很多成分并不透明，比如一些口服雄激素或草本增强剂，大多含有合成激素或者刺激性成分，而这些成分对身体的效果远不如广告中宣传的那样神奇。许多男性吃了这些产品后，确实感觉体力有所恢复，但这种效果往往是短暂的，甚至可能带来依赖性。再者，不少速效产品不仅对补充雄激素效果有限，还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。过量的雄激素会刺激前列腺，导致前列腺增生，引发尿频、尿急等问题，这对很多中老年男性来说是极大的负担。此外，速效产品中的成分有些对心血管系统也有潜在影响。过量的雄激素在体内转化成其他激素，可能增加血压，甚至带来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些速效产品打着天然成分的旗号，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实验。很多产品在网上、药店以保健品的形式售卖，避开了药品的严格审核流程，成分标注也往往模糊不清。速效产品的确能让人一时觉得有用，但这种短期刺激可能带来的损伤是不可逆的。医生更推荐从生活方式入手，通过饮食、运动和良好的作息，
逐步调节体内的雄激素水平。结语：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，雄激素水平的下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理变化。这一变化带来的疲惫、体力减退、情绪波动等问题，确实让许多中年男性感到困扰。但与其急于追求速效的补充方法，不如脚踏实地，从饮食、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着手，科学的管理雄激素水平。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长期保持雄激素平衡的最佳方案，而不是盲目依赖市场上那些宣传过度的速效产品。综上所述，男性在应对雄激素水平下降时，关键在于找到科学的方法，避免走入误区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合理调整生活方式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。